什么蔬菜适合盆栽？7月还能种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子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年的阳台上种了些什么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茄科植物。这个人参果呢是朋友给的一个插枝，我用自动吸水花盆种，我觉得用这个方法种人参果会效果不错。你看到已经有花苞了。因为是盆栽的呢，我就多留一点分枝，到时候再修剪。这些茄子呢是3月2号的时候育苗的，5月底换到这个2加仑的花盆里边。你看，只要土配得好，这个2加仑的花盆也可以种出很大的苗。那到了这个阶段呢，把它换大一点的盆，或者呢地栽。对茄科植物不主张早下地的，比如说茄子、辣椒本来就在花盆里边待着挺好的，如果是小型的茄子苗，小花盆也行。今年呢种了7种茄子呢到这个时候呢要修剪了，前一段时间忙就没有修剪。我有一个茄子修剪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里2种长茄，一个是 C 好的早熟黑亮8千里，看上去长势不错。这个呢早黑长茄是团购群的一个品种，也长得不错，相对来说呢 C 好那个品种长得好一点。这个是7叶圆茄，为什么叫7叶圆茄呢？就是说它有7片叶子就开始结茄子了。茄子和西红柿第一个果实的左右分叉的2个可以变成主干，下面的都可以打掉，但是在这个附近你也可以保留一个壮的侧枝，让它变成3干整枝。如果是盆栽的话，你可以多留一些侧枝，如果是地栽的话，可以侧枝在上面留。因为盆栽的话有一个优势，它本身它的位置已经高出地面，茄子往下长的话，它可以长在花盆的外面。地栽的话，这个茄子就直接到土里去了，特别是长茄。这个是一颗紫龙行茄，今年呢也想认真种一下，因为对于南方人来说，行茄还是最偏爱的品种。这是朋友推荐的面包茄，印象中原来种过，好多朋友推荐这个品种，试试看吧。到时候这些茄子收了以后一起来尝尝，比较一下哪个口味好一点。今年呢用买来的这种自动吸水花盆种2颗小的茄子，仙女茄 Fairy Tale。 如果你没有条件在地里边种茄子，或者是光线不够好，或者是虫害比较多，你可以试试用自动吸水花盆。今年在2加仑的花盆里种了一颗黑霸圆茄，育苗的时候比较小，那个发芽率不是很好，那这一颗发出来了我就种一下。那这里呢是一个大的自动吸水花盆，尝试种荷仔冬瓜。今年的瓜苗比较慢呢，现在这2天热了以后瓜苗就起来了。我准备呢让这个瓜藤啊留2个主蔓，一条往这儿走，一条呢往这儿走，让它趴在地上结瓜，这个缝还是蛮干净的。这种荷仔冬瓜吧，冬储的话效果还不错，挺好吃的。大冬瓜的口味中型的。这里还种了2颗西瓜，这种是bush型的西瓜，它的藤不是很长，可能就1-2米吧。这个是用普通花盆种的，下面垫一个托盘，早上灌水呢，你可以把水积一点水。下雨天呢，你就把这个花盆里边的水倒掉，不要太多。我是用了什么肥啊？这个就是用533的 All Purpose 的 Plankton 通用肥，533的1杯和10的半杯。再过来呢是几颗辣椒，这里的土呢都是用 Organic Choice 的土，没有再加肥。你看这个辣椒这么小的花盆，2加仑的，长得不错，你看结了不少辣椒。所以盆栽对茄科来说，辣椒茄子很不错。我很喜欢苏椒这个品种。3月2号的时候育苗，
1个月以后换成单间，5月份的时候把它移栽到这个小的花盆里边，只有2加仑 Costco 的那个 Organic Choice Potting Mix， 没有加别的肥。这个土吧，育苗是不太好，容易发霉生虫，但是在外面盆栽不错。你看，你只需要阳光，你这个土它给你配好了，你有一棵不错的苗就可以长成这样。那个辣椒也结的不少，上面有不少的花。那右边这几棵也都一样，这个是美人椒，是一种薄皮辣椒。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我的辣椒怎么还没开始结？你看，同时育苗的2棵美人椒，这一颗辣椒还结得早，分叉很少。然后这颗呢，先营养生长，然后同时结很多的辣椒。所以你种菜的时候吧，不要追求果实是不是早结，这个花盆不够它长了。它有 stress 的话，它就有一个急迫感，就是想早点生儿育女。营养生长好的植物呢，它不急着开花结果，它先长叶，先长个，长身体，到后来再同时给你结很多。茄科植物你可以长跑，可以早一点育苗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花盆太小的话，你早一点移栽到稍微大一点的花盆里边。那现在呢，这棵植株啊，种一颗辣椒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想一直有果实的话，你可能还要换更大的花盆。那如果你空间有限，那小的花盆也可以种出来这么多辣椒。今年虽然春天比较冷吧，现在 catch up， 现在天气一暖和，它的辣椒就长得特别好。盆栽的呢，西红柿也可以的。西红柿呢，一般你小型的花盆类型的西红柿，你可以很少的空间可以结很多的果实，一点也不差，而且很喜庆。这里还种了一棵 Pink ID。Pink ID 呢，是我们觉得可能是正版的普罗旺斯这个品种。它在苗期比较弱，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植株就长得很好。这是一个5加仑的花盆，里边内部套了一个4加仑吧，4到5加仑的一个花盆。一般的西红柿修剪的话，你会把底下的侧枝都打掉，这些呢我会打掉，但是呢它从底下出来了一些比较壮的枝，这些侧枝呢我就准备都留着。因为西红柿的修剪你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。你比如说盆栽的，你希望它的植株比较分散，高度不要太高，因为它会容易倒啊。你假如这个花盆里边水不够的话，上面很高很高，它就容易倒。那盆栽的话，你就可以多留一些侧枝。像这种呢，如果有朋友愿意扦插的，你还可以扦插。这些小的侧枝你可以撸掉。那现在你看啊，一般西红柿结几穗果以后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啊 ，Pink ID 一般都是4到5个，模样很周正的西红柿，这个是1穗果。我们呢就目标有7、8穗果就很不错了。到了上面呢，我就可以打顶，这些又是1串。你看这里还有很多串，所以这些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往上走了。我们就可以打顶、打侧枝，加强营养，把已经开花的争取做果。在这里呢有一些黄瓜，今年还是用自动吸水花盆种了一些黄瓜，前2天收了第1批。那这个是海洋白玉黄瓜，这个是个老美的一个全强刺黄瓜。那同时呢，我第2梯队又来了。像自动吸水花盆呢，用来育苗，直播育苗很好，因为它这个土你可以保持它的湿度，放了标签，同时下几粒种子，按照那个出芽的情况，你可以决定留一个在原来这个花盆里边种，多余的苗你可以 transfer 到别的花盆里面或者地栽。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比较省力。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，室内可以育第1批的黄瓜苗，现在呢可以直播第2批的。
这里你看到的6颗台湾高丽菜，是我2月21号的时候下种子育苗，然后移栽到这儿的。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，我 set up 一个比较实验，其中2颗呢是用了化肥，2颗呢用了有机肥，还有2颗呢是没有用肥。这2天准备把它收获了，因为包心已经很紧实了。这个品种吧，是台湾高丽菜，比一般的卷心菜要好。前2天高温呢，100度啊，它能够经受过来非常不容易。我这个花盆还不是自动吸水花盆，就是直接下面垫了一个底。这2天可以收了，我到时候呢称一下分量，看看有什么区别。好，今年种一颗西葫芦。西葫芦呢，早期如果你用盆栽没有问题，它可以接一点瓜。但是你要想产量高，想在后面不断的接的话，可能这个花盆需要大一点。这个是雄花，这个是雌花，不知道有没有昆虫给我授粉。我要拿一个 Q-tube 给它授粉一下。应该在它雄花和雌花同时开的时候帮它授一下粉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是雄花，把它沾一点花粉，这个 Q-tube 上有的花粉，给它轻轻的沾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坐住。有的时候只有雄花没有雌花，你可以把雄花放在冰箱里边冷藏几天，等雌花开了以后再帮它授粉。种西葫芦有的时候时间窗很重要，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虫害，就让它先早一点结几个瓜吧，以后它要是罢工了也就没有问题，也吃上了。